来这拿快递，这地方有个狗，有个小狗，能看见吗？狗狗，狗狗。过来，来，过来。来，哎，过来，过来。出来了，又进去了。我的个天！我刚刚问了一下快递站，他们说这是别人买的一个狗，然后到地方了之后，好像是发现生病了，然后那个女的就不要了，不要了之后她也不拿走啊，就撇到这儿了。你说这些人狗咋的？过来，我看看，不能是犬瘟什么的吧？哎，完了，够不着。过来。哦，好轻哦。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吗？它软的，我看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哦，看看，哦，眼屎，流鼻涕。是太热了吧？它还跟着我来。哎，别进去了，又进去了。这咋整？带它去看看吧。哎，哎，过来。过来。喂，你渴不渴？我给你水喝。喝水吧。来，这这儿，渴。好，站不太稳了。哎呦，完了，站不太稳。慢点喝，快来。站不稳。哟，乖，好，乖来。渴坏了，我的天！喝吧。这站不稳。哎呀妈呀！中暑了吧得？烦死了！这一天。躲太阳，你是躲太阳还是跟着我呀？来，过来。又进去了。这咋整？再去看一下呗。一直叹气是基地毛孩子太多了，对我来说实在是雪上加霜。但是不管他真的就只能在这儿等死了。走，进去。往里坐一点，坐好。到了快递站门口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快递站待了有1天1夜了。四川这2天的气温在40度左右，小狗应该是中暑了。我看它也站不起来，给它喝了水之后，就将它带来了医院。医生给它火腿肠，它也不吃。我们测了犬瘟和细小，好在它没有犬瘟，也没有细小，所以我怀疑它可能只是单纯的中暑了。但是它一直流鼻涕，所以还是很担心。医生给它拍了片子，发现胃里有胀气。我就将它接回家了，结果第2天早上的时候，我看它状态特别不好，然后它的笼子里面拉了很多的血，我很担心，所以又一次将它送去了医院。
因为小狗拉血大多都怀疑是细小，我们又一次给它检查了细小，发现它还是没有细小，所以可能是急性肠胃炎。由于小狗的年龄太小了，只有2个多月，所以医生还是建议给它先把点滴打上。我们上称称了一下，昨天还有4.3公斤，今天就只有3.8了。起初在家里的时候，它呼吸很困难，我以为是天气太热了，但是到了医院以后，医院是一直开着空调的，但是它还是呼吸很困难，所以医生见它这种呼吸状态，担心可能是有肺炎，所以打完点滴之后，我们又给它拍了一个肺片，这次确诊它的确是有肺炎，而且肺里胀气也很多。加上小家伙不吃不喝，然后呼吸又很困难，所以医生赶紧就开始给他吸氧了。真的奉劝大家不要在网上去买这样子的狗狗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否健康，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，还敢走快递托运。养任何小动物都是希望它可以给予我们陪伴，成为我们的一家人。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小猫，只是一个小狗，它也是活生生的一条生命呀。就给他又检查了肺部，发现他有比较严重的肺炎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小狗就住院了，每天都在给他吸氧、输液，积极的治疗，但是他的情况好像一天比一天差。后来小狗实在是呼吸不上来，医院给他打了心超，然后也做了肺部检查，发现他已经达到了肺水肿，然后心脏也已经开始增大了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想放弃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人做救助的，基地还有100多个毛孩子，本身都已经步履维艰了，小家伙的医疗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。关键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害怕这个小狗到时候救不下来，这些钱也就白花了。可是就在我想要放弃它的时候，它却拼尽它自己最后一丝力气，它又站了起来，它还想活着，所以我没有忍心放弃它。大家也都在鼓励我，希望我不要放弃它，万一它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呢？但是沉重的医疗费用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目前小家伙已经在开始好转了，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小家伙，让我们一起陪他健康出院，平安长大。住院3、4天之后，做心超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在肺部和胃部都出现了积液，已经快要肺水肿了。所以说医院24小时给他吸着氧气，然后一直在坚持治疗，中间还因为呼吸骤停做了一次抢救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都觉得不抱什么希望了，因为基地的狗狗也很多，本来给他治疗对我来说压力就很大，但是他却还有一口气在一直坚持着，我也不忍心就这样放弃他。他就这样躺着一动不动的待了2天之后，他居然慢慢的能站起来了，一点一点的好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这让我又看到了他活下来的希望。很多姐姐都很关心他，从很远的地方给他寄来了特效药，在大家坚持努力的不放弃下，慢慢的小家伙终于有了好转，还好当初没有放弃他。我们给小家伙取名叫六六，希望他可以顺顺利利的长大。六六目前还在医院进行着治疗，可能还要1个星期左右才能够出院，但是他的状况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了。虽然每天还要打针，还要吸氧，还要做雾化，但是他已经开始可以正常吃东西了，偶尔精神状态好的时候还能和我互动互动。看着他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我真庆幸当初没有放弃他。加上他的月龄特别的小，医生说可能他只有2个月大，所以说治疗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小家伙在有氧舱里一待就是半个多月，后来终于有一点好转了，开始愿意吃一点东西了。
我非常的开心，以为他就这样子会慢慢好起来。靠营养液续命的这半个月以来，他的肚子里没有进任何东西。一开始吃东西之后又拉肚子，拉了2天之后就给什么都不吃了。虽然每天都在输液，但是他脱水还是特别严重。后来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强行给他灌食。但是即使我每天在给他强行灌食，他也不停的在输液，也依然没有什么好转。后来大家都劝我不行，换个医院吧，因为毕竟每个医生他治疗一种疾病的这种思维是固定的，换个医生可能换种方法就会多一点希望。我也听了大家的建议，给小家伙换了医院。到了这边医院之后，医生要重新给六六检查身体，给他做抽血化验的时候，发现血管都找不到了。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之后，发现六六贫血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已经到了需要输血的地步。哎呀，我现在坐在这地方，我看着六六我就想哭。哎呀，我现在坐在这地方，我看着好不起。感觉治了这么长时间，越治越严重。刚刚医生说马上就要走，好别的狗过来，然后现在又这个样子。找别的狗过来输血，我这会儿找家里面胖一点的狗过来输血。乖。哎，这边我们好别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给六六输血。插那么长的管，但是即使是换了医院输了血，小家伙还是一天比一天消瘦，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差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留不住他了，但是又不甘心，觉得努力了这么久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就总还有希望。终于在9月12号上午11点26分，小家伙抢救无效，永远的离开了我。六六，一路走好，这辈子到妈妈身边你也没有过上好日子，一直都在医院看病，最后还是没能把你救下来。希望下辈子我们不再做毛孩子了，我们不再做狗狗了，下辈子我们也投胎做人，投胎到一个好人家。我们以后不叫六六了，我们以后叫陈六六，好不好？跟着妈妈姓啊！愿天堂没有病痛，愿陈六六来世有家可回，有人可依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以任何形式回到妈妈身边。